自从关崇贵用机枪打下美军飞机以后，消息就在全军传开了，所有人都想试试，其中就有宁殿云一个，他是50军150师449团步兵5连的指导员，但是这个事儿一点都不容易，要是好打的就都打下来了，都是在试验中摸索着找解决的办法。他们就组织对空射击小组进行了各种尝试，但是都失败了。当时志愿军的武器也杂，还有38大盖呢，咱们的武器标准还不统一，他自己就在日记里写，消耗了上百发子弹，这得多少钱？可成绩呢？没有。首长还这样支持我们，同志们也都冒着生命危险，可成绩呢还是没有。我们不怕苦，可是敢打硬打也没有效果，再这样下去只会暴露攻势，引来更疯狂的报复。随后他就开始琢磨，飞机飞的速度快，来回挪机枪费时间，而且敌人呢，飞机扫射之后风险太大，还有一点就是敌人的敌机也不一定从一个方向来呀，你这瞄准一个方向根本就应对不了啊。而且咱们很多志愿军当时营养不良，都有夜盲症。随后他们就想解决办法，那首先就得对志愿军的身体做出调整，抓青蛙吃，补充营养。那怎么避免伤亡呢？他就发现战士们躲避飞机扫射的时候都会躲进弹坑，那就干脆咱们自己做一个弹坑，旋转机枪费劲，那就在阵地中央弄一个架子，在上面架个机枪来回转，有没有感觉和现在的高射机枪很像？随后他又告诉战士们自己决定射击时间，免得耽误事儿。几天以后，一架侦察机就出现在他们连队的范围之内，一点都没客气，3个对空小组直接就开火，一波就给锤下来了。实验成功，可算出了口恶气。在随后的几天，他们运用这个打法，整个连一共击落了敌机7架，一共消耗了900多发子弹，志愿军0伤亡。这笔账太划算了。但是要说更狠的，那是188师。1951年的4月18日，天刚亮，美军飞机就来了。他们知道咱们没有防空，也没拿这事儿当回事儿，出动就跟溜达似的。不过他们这回可不知道，这是一趟死亡之旅。63军188师发现敌机以后，那就马上开始准备了。上午8点，第一批8架飞机从562团和563团的阵地上空过，当时就开始各种挑衅志愿军，以为咱们你还是不敢露头呢。紧接着一颗信号弹就升空了，整个阵地上齐刷刷的揭开了隐藏，露出了3000多支步枪、机枪和冲锋枪。美军一看头皮都发麻呀，都没看清志愿军用的什么新式武器就给揍下来了。这个飞行员飞机坠毁了以后跳伞了，还被咱们俘虏了。其他的美军一看都用的步枪，这个气，但是也没招，掉头就走了。2个小时以后又来16架美军飞机，咱也不知道第一批回去以后是嫌丢人没敢说还是咋的，第二批还那么嘚瑟，然后又是一颗信号弹，又是3000多杆枪，一波干掉了4架，剩下的美军飞机掉头就跑。但是他们是真没脸，2个小时以后又来24架，我就纳闷了，为什么就不长记性，还是那么嘚瑟？同样的办法又给打坏了13架，吓得丢下所有炸弹以后转身就跑。这一天一共打下来5架，打伤13架。从这以后，美军再也不敢低空地嘚瑟，尤其是一想起那3000多个黑乎乎的枪口，那真是头皮都发麻，会做噩梦的。还有一名战士在武圣山上用机枪单人打下来3架飞机，1架 P51，一架 B29，还有一架 F86配刀。而这名小战士才16岁，各位能不能猜出他是谁？现在想用步枪打飞机基本上不可能了，而且咱们也不需要了。我不知道各位相不相信国运啊，反正我是相信，就是国运来的时候挡都挡不住。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咱们的国运也是一直稳步上升的。第一次国运抗美援朝，这是新中国的立国之战，这一战给咱们带来的红利，至今咱们还是受益者。经常有一群脑子发育不正常的就喊啊，可以不打的，为什么要打？牺牲了那么多人，把中国都打穷了。就这种人直接送到日本吧，去体验一下全新的殡葬服务，我都懒得解释。第二次国运中印战争，印度愣是把一场侵略战争给打成了首都保卫战，就那个仗打的就跟非洲野驴大迁徙似的。这一仗打完之后呢，他把自己从自封的第3世界领袖神坛给打下来了。咱们呢还获得了一个忠实的朋友巴铁，同时呢还打破了马六甲的封锁。第3次国运大蘑菇，美国总统肯尼迪嘴开过光，他说只要他活着，中国就不可能制造出原子弹。美苏一起恶心咱们，不让咱们弄，结果63年他嘎了，64年咱大蘑菇就出来了，67年另一个大蘑菇又出来了，这回全世界都哑巴了。第4次国运，中美关系正常化，美国可以体面的从越南滚蛋了，咱们呢也有机会进入国际市场了，苏联也不敢对咱们轻举妄动了，这个时候咱们才有更好的生存空间，顺手还收拾了一波白眼狼。第5次国运，苏联解体，就这个时候的中苏关系是很恶劣的，他倒下去之后，咱们也不用大费周章的进行北方边防了，同时呢还获得了一大批的人才和技术，而且也给咱们敲响了一个警钟，顺手还拿回来不少土地。但是同样也招来了压力，因为美国需要塑造一个新的敌人，那就是咱们。就在美国对咱们进行各种挑衅，咱们感到压力山大的时候，第6次
次国运来了。萨达姆因为一管洗衣粉直接领了盒饭。这一场仗直接让咱们见识到了三位一体的现代化战争打法。美国呢也信心大增，也就不把咱们当回事了。咱们又忍气吞声的赢得了10年的发展时间，经济这才赶上了。当美国发现不对劲儿，准备重返亚太的时候，第7次国运来了，911，拉登又站出来了，美国人着急忙慌又跑阿富汗去了，咱们又轻松了10年。等美国从阿富汗折腾完以后，回头想对付咱们的时候，第8次国运，08年咱们拿下奥运会 ，GDP 已经世界第3了。雷曼兄弟又站了出来，金融风暴席卷全球，美国求着咱们帮他渡过难关，咱们又获得了10年的发展机会。美国佬缓过来以后，准备开始咬人了，他就发动了口罩技能，咱们的第9次国运又来了。原本这对全世界都是一个大型的灾难，但是咱们仅凭3个月就控制住了蔓延，反而全世界沉了，而咱们的出口也暴增，美国还把自己的经济玩炸了，他原本的收割计划只能往后延期了。就在全世界的经济都疲软，美国急需转移自己国内矛盾，需要一场战争回血的时候，第10次国运，俄乌战争。实际上这一场仗就是美国想通过战争自己回血的，结果呢一下把大动脉打折了。现在国内一锅粥，经济也就那样了，欧洲更不用提，原本计划是跑到美国的资本全跑咱这儿来了。这种情况美国肯定不甘心的，那是挖空心思跟咱们制造矛盾的，甚至不惜大力发展远程畜牧业，对咱们进行内部分裂，挑起对立。就在这个时候，第11次国运来了，高炉乱套了，这一下子让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人当时就清醒了，很多人一下就看清楚了，这就是美国搞的鬼。对于反贼的分辨能力也会越来越强，他这一下等于给全世界打了个样板。其实收拾这一群没有任何信仰的乌合之众很简单，只要断网就管用。危机这个东西永远都是危险和机会并存的，只要抓住了机会，在危险中也可以很顺利的发展。其实看中国的发展过程，完全可以带入到每一个人的人生当中，稳重踏实，吃苦耐劳，勤奋好学，厚积薄发，一鸣惊人，这就是中国的底蕴。夫为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国家和人一样，只要咱们踏踏实实过好自己的日子，那群红眼病可就没有好日子过了。与其说这是国运，还不如说是中国人自己的气运，而这个气运就是天地之间的浩然正气。所以各位到任何时候别丢了自己心中的那口气呀。朝鲜战场上，志愿军在阵地防御阶段，为了更好的服务美军，就推出了地雷盲盒大礼包，还有一个全新的项目叫地雷大搬家服务啊。而他呢，就是这项服务的开辟者。美军很幸福啊，因为每天都有惊喜。他是甘肃省灵台县人，1927年出生，家里头很穷，一天学没上过。长大了以后还被国民党抓壮丁当兵去了。1949年7月份，19兵团就解放了宁夏，国民党部队被打散了，残部被收编。但是这个时候他有点不想当兵了，想回家。结果在部队待了一段时间以后，舍不得走了，大伙跟他处的跟亲兄弟似的，他就留下了。尤其是知道他想家以后，指导员把他老爹都接过来了，其他战士更是把他爹都当成自己的老父亲了，可把他给感动坏了。从此以后，他就认准了解放军，跟党走了。1951年2月份，他跟着19兵团63军进入朝鲜作战，他是189师556团3连8班的班长。在第5次战役中，他带着剑道班一举就端掉了敌人一个哨卡，直接干掉敌人一个炮群的21名炮手，一战成名。不过这不是他封神的事儿。1951年5月20日，他们夜袭美军580.7高地，他一刀就放倒了一个美军的特种部队人员，游骑兵的一个黑人士兵。美军的游骑兵部队是作为特种部队进入朝鲜的，进入以后，他是按照连级单位分配给各个部队，每个连112人，主要任务就是掩护、搜索以及突击等任务。单兵必须熟练轻兵器的操作，夜间跳伞、两栖登陆、爆破格斗等技能，而且还必须得熟悉朝鲜地形。所以说，每个游骑兵都得算是美军里的高手。就这被他嘎了一刀。虽然他们属于纯的特种兵，就听着厉害，实际上没啥建树。而咱们这位八班长刀玩的就贼溜，因为以前在剿匪的时候就碰到过20多个土匪的袭击，当时他们手里没有枪，只有带队的唐满阳有一支驳壳枪，他抽刀就上，放倒好几个，俨然就是一个西北刀客。从此以后，他跟唐满阳就成了黄金搭档了，侦察、摸哨、抓舌头，他俩都在一起。不过在朝鲜战场上让他名声大噪的还真就不是刀，而是美军的地雷。1952年的时候，咱们就开始打阵地防御战了，各种冷枪冷炮对敌人的据点进行偷袭。他所在的189师566团3连和敌人的159高地距离只有300-400米，中间有条河，那肯定是不能放过呀。他和战友没啥事就晚上就抓舌头去袭击一下，搞得敌人都要疯，悄悄的往后撤，咱们就慢慢往前顶。这敌人连着放弃了好几个山头，都快要上159高地了。敌人一看这不行了，不能退了，埋地雷吧，整的里3层外3层各种地雷。这回咱们战士一上去的时候，有不少就被炸伤了，他就琢磨上了，得把这地雷给抠了啊。美军的地雷玩的也特别花花，什么方的、圆的、扁的、带线的、能跳的、绑树上的，各式各样的。有一天晚上，连长命令他带着几个战士去侦查，顺手抓个舌头回来。当天晚上下着雪，挺冷，
他们就在一个交通沟里趴着，都冻透了，一直到第二天也没等着人。他这一看，这不白来了吗？让战友继续侦查，他就带着张振甲去雷区探雷去了。刚进树林子，他就被雷线给挂住了。他就让张振甲离自己30米远，在外面看着，他自己就鼓捣这个玩意儿。张振甲也没见过自己班长弄地雷呀，干着急，而他自己也紧张，他确实没长过，他就趴在地雷边上看，一边看一边研究，这里面有3根铁丝，感觉应该拆了就没事了。但是他没工具啊，开始用牙咬，这家连咬带拧的鼓捣了个半个小时，才把这个地雷给拆了，然后给抠出来了。你说这胆儿有多大吧？没拆过就硬整，本来以为没事了，他刚走没多远，这个地雷炸了。他一看自己手艺也不行啊，抠出来还炸。但是该说不说，他胆儿是真大呀，上旁边又抠了一个，然后把这个地雷小心翼翼地搬回了交通壕，让3个战士先警戒，其他人都躲开，然后告诉张振甲在远处看着，记住步骤，万一自己被炸死了，张振甲能积累经验。他这是纯纯的不要命玩法，他自己就搁那抠了半天，愣是成功了。这个型号他就记住了这么拆了，然后他就开始玩上瘾了。拆一个不过瘾，他一口气又拆了12个平台雷，还有3个挂在树上的照明雷，他都给搬回去了，一顿研究。从此以后那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天天没事抠美军地雷呀，弄得一掩体都是，把那个胆子超级大的唐满阳都要愁死了。这掩体里都是地雷，这睡觉都不踏实。不过这才几个呀，毛毛雨，他这越整越多，上瘾了。没过几天，他就带着战友拎着麻袋，带着钳子，准备多搞点回去研究。结果这次碰上的是连环雷，这家一顺藤摸瓜，一下抠了58个。但是这玩意儿吧有点沉，一个7、8斤沉，拿不动。其实这些地雷抠回去咱是有用的，用来挖坑道啊，用它来爆破用。但是这回太多了，寻思干脆留给美国人嘛，他就把这些地雷重新埋到边上的小路上了，一直摆了50、60米呀，道中间还放俩。鼓捣完了，一群人乐乐呵呵的走了。回去以后他也不睡觉，提了个望远镜就搁那看动静。到第二天，10多个美国大兵也是乐乐呵呵的来到了这个小路上，一声巨响，12个被炸死了11个，真爽。他这一手地雷的乾坤大挪移可算是一个新大法，大伙儿就豁然开朗，有新发现了。全军马上就开始学习。随后在短短的4个月里，他和战友们一共拔掉地雷1000多颗，起回地雷227颗，破坏了300颗，顺手还把400多个都还给美军了。美军出一趟门被炸死炸伤好几十，都要哭了，自己埋下地雷的速度都没有他们拆的快。然后第二天地雷在哪儿那都不知道了，后来干脆就不下了，还得给自己找个台阶，说苏联援助了新型武器。实际上创造这个新型武器的就是志愿军1等功臣、2级战斗英雄、2级排雷英雄姚显如。战后他的排雷经验都被编入了地雷教材了。所以说你看志愿军开辟的盲盒大礼包这项服务是不是特别好？因为美军不知道哪只脚就能踩出来一个惊喜。美国游骑兵遇上了志愿军的天杀星。咱们接着讲故事。这群伞兵落在了566团阵地后方的580.7高地上。李奇微想用自己心爱的伞兵切入志愿军的后方，因为这个时候志愿军已经断粮3天了，后方就送上了一批炒面，大伙现在连吃草都已经没有了。唐满阳当时没有看到伞兵降落，他从阵地上刚刚下来，这个时候已经打了2天2夜了，他是又累又困，下阵地倒头就睡，那可香。突然间姚显如就喊他连长连长，唐满阳迷迷糊糊醒了，一看周围都没有敌情，气毁了都，就问姚显如咋回事啊？姚显如就告诉他，刚才有一架敌机飞过去了，敌人的空降兵落在了580.7高地，团长命令2连、3连、7连过去把他们干掉。说是3个连，但是能加到一起出动的也就是100多人。本来气得吹胡瞪眼的唐满阳一听，当时就喜笑颜开，也不累了，也不饿了，扑棱一下就站起来了。太好了，他是精神了，但是饿也是真饿呀。全团的将士们现在都是饿的直打晃。团长还下命令要抓几个活的回来，那你这玩意儿你不吃饱咋抓呀？晚上8点部队集合完毕，唐满阳一看手底下这40多个人，那都饿得晃呢，心疼啊，就问崔世元，老陈呐，有没有吃的？你总不能让我们饿成这样去打仗吧？这崔世元老陈把所有的战士干粮袋都搜刮了一遍，弄出来的炒面还不到1把呢。老陈一看这也不行啊，正好是5月份，有的树开始发芽了，老陈就叫过了几个战士，就拽了点能吃的树芽子放到炒面里了，然后熬了一大锅不算太稀的炒面汤，每个战士分了一大茶缸子，吃完了以后多多少少反正是能垫底儿了，不晃荡了。这个时候就不光是他们，傅崇碧全天也是这么吃的。到晚上9点半，突击队出发了，3连主攻，2、7连掩护，开始向580.7高地摸。结果摸上去以后，这个山上一个美国大兵都没有。唐满阳就纳闷了，这咋土遁了？这人落下来哪儿去了？没过一会儿，师侦察科的情报就过来了，说美军已经转移阵地了，到附近周围的3个小山头上开始挖工事，好像是要准备进行就地防御。这种情况下，不单单是咱们蒙圈，实际上美军当时也是蒙圈的状态。因为按照正常逻辑，只要看到伞兵下来，大多数人都会选择马上派兵去围歼。结果志愿军出奇的淡定，美军也懵了，不知道咋整了。李奇微根据自己的作战经验判断，在这种情况下，63军已经没有多少战斗力了，只要派出小股的精锐部队发动奇袭，占领志愿军必须通过的要地，那么志愿军就一定会陷入绝境，到时候63军马上就会崩溃。这招在2战的时候那特别管用，但是这回跟剧本上好像不
都一样的。所以啊，这群美国的游骑兵也不知道咋整了，那就干脆先挖个工事吧。他们哪知道啊，志愿军对于他们这种敌后穿插的活那干的太溜了，只不过咱们没有伞兵而已。甚至就是身处绝境的时候，那都太多了，无所谓，都习以为常了。越是到天黑，这游骑兵在山上待着就越慌。到晚上，志愿军忒吓人。这群美国人琢磨，哎呀，还是放弃580.7高地吧，分散到周围的3个山头上吧，别到时候被包饺子那可毁了。汤买洋得到情报以后，就把大伙叫过来一合计，决定还是专打3个小山中比较孤立那一座，另外2个争取在美军反应过来之前就结束战斗。他选的这个小山头吧，比较孤立，山体周围比较陡峭，美军自然也知道不好打，所以就没有那么高的警惕性，岗哨就比较少。但是他们太小瞧志愿军了，你美军专门有特种部队，志愿军的这种尖刀部队个个都是特种兵啊。汤买洋是带着摇显如，他俩人悄无声息的就从峭壁上爬上去了，2个黑大个的哨兵瞬间就被他们俩干掉了。随后大伙开始陆续往上爬，汤买洋借着夜色就看一群美国大兵在睡袋里头睡得呼呼的。突然间他就看见有一个美军士兵手上带着一个发光的东西，仔细一看是块夜光表。汤买洋当时就判断，能带这么高级的东西的那一定是个当官的。战友们还没反应过来，他一个箭步就冲上去了，对着这小子脑袋当就是一枪。他这一枪确实稍微有点着急了，因为后面的战友们还在半山腰呢。枪声过后，所有的美军就全都醒了。电影《水门桥》大家都看过了，实际上咱们是3炸水门桥，最终也没能阻止美军逃跑，只是因为贫穷限制了咱们的想象。在战后，20军军长张一祥将军就说，在水门桥，哪怕只要给我1门重炮，就1门，陆战一师一个都跑不了。一个跨度仅仅有8.8米的桥，我们就炸了3次，但是都被美军修上了。这里是陆战一师难逃的必经之路，而为了营救陆战一师，接应的美军甚至在小小的兴南港海域集结了7艘航空母舰和500多架飞机，而史密斯临时搭建的机场也运走了将近4500名伤员，并且空投了327.7吨的物资。尽管如此，美军的大批部队如果想逃跑的话，就必须通过水门桥。为了防止美军跑出志愿军的口袋阵，炸掉水门桥也就成为了在长津湖地区堵住陆战一师的最后机会。实际上，在战役发起之前，九兵团对于所有的美军撤退路线都有考虑，所下达的命令是至黄草岭击破路桥，要彻底破坏路桥，保证坦克过不来。所以60师180团副团长亲自率领1个营的兵力，在战役发起的同时就大胆穿插到黄草岭一带，并且控制了扼守公路咽喉的108高地，与兄弟部队58师172团7连配合炸毁了沿途的4座桥梁，其中就包括所谓的水门桥，因为当时咱们管它叫发电所。第一次炸桥的正是7连，但是7连没有重武器，炸药有限，就把桥面弄个大窟窿。因为水门桥周围无险可守，7连就只能退到附近的山上和兄弟部队打阻击。史密斯当得知这个消息以后，火速让工兵去修，他们用最快的时间修复了一座木桥。随后陆战一师已经渐渐地开始向水门桥撤退。然而就在3天之后，也就是12月4号，史密斯又收到了一份让他闹心的报告，一支志愿军小分队晚上又把水门桥给炸了。他震惊的同时，史密斯也再度下令不惜一切代价给我抢修水门桥。同时美军也发现108高地的重要性了，派出飞机玩命的轰炸。而我们也不得不佩服美国的工业实力，他们再一次用先进的设备弄了一座钢架桥。同时为了保障水门桥的安全，史密斯派了一个坦克营，弄了40辆坦克和一大批美军在那看着。对于他们的修桥速度，咱们也很惊讶，因为是太穷没见过先进的东西。咱们得知这个消息以后也震惊了。在12月6日晚上，27军80师240团3营7连准备再次炸桥，连长江庆云带着一个步兵排、一个重机枪班几十个人就摸到了这里，准备3次炸桥。实际上他们是敢死队，都没打算活着回来。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江庆云身中2弹之后已经不能动了，是战友冒死完成了任务，把整个桥面桥基炸了个干干净净。根据咱们的标准，就这种程度起码得半年能修复完。当时史密斯知道这个消息以后，也清楚了志愿军的决心，就没打算放他走。史密斯也慌了，他紧急就给麦克阿瑟打去了电话。他是这么说的，自己已经做好了全军覆没的准备，五角大楼此时都炸锅了，因为陆战一师是整个美国的脸面，杜鲁门甚至都想授权麦克阿瑟使用原子弹救他们了。而史密斯自己也知道，3天任何人都很难弄出来一座桥。你说史密斯自己都不相信，你觉得咱们能相信他能弄出来吗？但是贫穷是真的限制了咱们的想象力，美国人竟然加速赶制了一批 M2 钢架桥梁，凭空再造一座桥。这座桥的所有配件是日本30重工给加班加点制作的。制作完成以后，美军用8架 C-119 大型运输机空投下来8套 M-2 钢梁。
1.1亿吨一根的东西竟然被空投下来了。实际上造4套就够，美军怕再次被炸，足足又备出来4套，其中有1套落到咱们阵地上了。古土里的美军在得到这个东西以后，重兵把守，拉着这个钢梁就直奔石门桥，但是沿途遭到各种阻击，又退回去了。第2天很顺利，结果到地方以后，发现桥边上的路基又被志愿军炸了一块 ，M2 的组件不够宽了，人家美军愣是在桥底下用飞机把炸坏的桥墩枕木给拽上来了。12月8日下午4点，一座全钢结构可以承重50吨的全新水门桥出现在了断壁悬崖之上。2个小时之后，陆战一师的主力部队开始过桥，美军仅仅就用了3天的时间，又重新修了一座桥。咱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美军跑路，所以张祥义将军才说出了开头那样的话，不是咱们不努力，是真的完全想不到，而且也没有任何办法了。为了阻止陆战一师逃跑，志愿军早就布置了伏击部队，但是由于风雪太大，多日作战的将士们已经疲惫不堪，他们筋疲力尽的在雪地里穿行，但是大部分依旧没有及时进入阻击阵地。仅仅有1个连经过了长途跋涉之后，登上了一个可以俯瞰水门桥的山头，但是在美军撤退的过程中，这个连队一枪没发。等到美军来到阻击阵地以后，发现整个连的士兵都已经成了晶莹的冰雕，他们每个人都保持着进攻的姿势，一动不动，就连史密斯都脱帽致敬，他由衷的佩服这样的战士。而这还仅仅是史密斯看到的一处，陆战一师一直跑到了咸兴，是乘船离开。这一战，陆战一师一共减员了4418人，非战斗减员数以千计，而我们同样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全军冻伤高达22%，仅20军伤亡7000多人，冻伤就达到了11000人，九兵团更是元气大伤，休整了5个月。整个第2次战役东西线战场，我军一共歼敌3.6万人，其中美军2.4万人，志愿军同样付出了3.07万人的伤亡代价。1950年12月8日，当毛主席接到宋世伦关于长津湖战役的电报以后，他沉默良久，黯然神伤，独自走出了书房，向着东方脱帽致敬。美国人在作战的时候，如果没有弹药或者被包围，那他一定会投降。南朝鲜的军队只要发现情况不对，那转身就会跑，都不用等弹药没。而我们的志愿军战士，他一定会跟你血战到底。他是1924年出生，四川自贡富顺县人，1949年参军。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他随部队入朝作战了，是志愿军12军31师92团1营3连的班长。1952年10月，上甘岭战役打响，战斗打到11月5日，12军接替15军进入阵地，31师92团正式投入战斗，开始和美军激战。而他也在其中。换防当天，在打退了敌人成排级建制的冲锋以后，在阵地上换来了短暂的安宁。这个时候，他们被炸的浑身都是土，都没好地方。他就划拉身上的土，然后就开始骂这帮龟儿子太舍得本钱了。然后就开始提醒全班注意美国鬼子偷偷摸上了。从这天开始，537.7高地就已经开始拉锯战了，战斗是异常的惨烈。高地也是几次易手，白天美军南朝鲜部队抢过去，晚上咱们再抢回来，一直打到11月11日，92团集中力量反击，把阵地又给夺回来了。在上阵地之前，他就找连长去了，就问连长，你能不能多给我点弹药？连长一看他这个造型，就是左手冲锋枪，右手拿着大手雷，腰上挂的全是手榴弹，那都赶上移动炮台了。在得到连长同意以后，他把身上自己已经被炸烂的衣服又给脱下来了，直接撕成布条，然后把1箱子手榴弹3个捆成一捆，拴成一个长串，往肩膀上一搭，拎着冲锋枪，带着自己的班就冲上去了。拿下阵地以后，他还剩不到1个班的战士，就扼守在4号和6号阵地之间的结合部。11月12日凌晨3点，敌军开始进攻，这个班的位置是完全暴露在敌军的火力之下的。正面的敌人一下就过来2个排以上的兵力，他就在阵地上开始甩手榴弹了，一甩一大串，还是空爆雷。敌军连着5次冲锋全都被打下去了，但是阵地上损失也挺惨重的，就剩下他和另外2名战士了。此时的他已经3次负伤了。随后敌军又开始调集了坦克、大炮开始轰炸，他小组的其他2名战士也都负伤下了阵地，这个阵地上就剩下他自己了。这一仗从凌晨3点一直打到下午1点，他已经完全没有弹药了。此时他拖着受重伤的身体开始满战壕的搜集弹药，最后在牺牲战友的身边找到了2根爆破筒。敌军也发疯了，打了1天竟然拿不下1个人坚守的一个小凹地，就开始用大炮对着阵地连续轰炸了30分钟。敌军自信的以为现在这个阵地上连蚂蚁都不可能活着了，2个排的敌人就冲了过来。而此时已经变成雪人的他突然就从战壕里一跃而起，怒视敌军，用四川方言大吼，龟儿子来吧，毅然决然地拉响了自己手中的爆破筒，直接冲进敌群和敌人同归于尽了。牺牲时年仅28岁。这一战他以一己之力歼敌300余人，他就是志愿军的1等功臣、2级战斗英雄曾平章。在志愿军战士们的心里，军人的荣誉就是血战到底。
高要核污染水排海，我都不想骂他了，这都不是丧尽天良的似的，这帮玩意儿就不配生活在地球上，就把他们集体送到黑洞里就完事儿了。以后谁要再敢夸本子爱好环境，什么爱干净素质高，夸本子的食品良心这句话，直接就把他拉到海边，让他自己大口大口的灌他一个核污染水，让他喝，不喝都给他塞进去。但是咱们也不能光骂呀，得有解决办法，是不是？有一个前提大家要注意啊，就是本子这次的核污染水它不是一次排完的，整体需要将近30年的时间。你也可以理解为他只要敢放，他都用不上等30年，他马上就要离死不远了。咱们家长应该是早就想好了怎么收拾他了。我说一下我个人看法啊，首先以后本子的任何食品药品、海产品、水产鱼类，哪怕是宠物，那都永远的消失了，尤其是北海道渔场的东西。第二，各种经济制裁那就来呗。本子在国内和东南亚以及太平洋地区投资相当多，在国内的投资将近1300亿美金，对于东南亚的投资光基础的就已经达到3700亿美元了。根据网上流传出来的数据，本子在海外的投资总额已经达到了247.7万亿日元，约合1.7万亿美元，占到自己 GDP 的49%了。虽然大部分是在美国，那是不是也得有20%多在其他地区？怕污染的那就给他冻结资产，不怕死的那你就随便吃呗，都拿出来美国制裁俄罗斯那个劲儿盯着他，你看他贵不贵？第三，本子家里没什么资源，他想干点啥都需要进口，他原材料从哪儿来呀？你要是不停止排海，老子永远都不卖你，谁支持你排海你找谁买去？本子家到时候所有的成本都会增加，他自己不通货膨胀暴雷那都怪了。第四，只要是往本子家里卖的东西，全都把价格给我铆上去，原本市场价1块钱的东西到本子家里直接变成10块，我饿不死你。你有本事学你们天武国王啊，全民禁止吃肉，啥都别吃，啥都别用，直接窜树叶，看看你们能不能回到地精时代。第5点，不用别人，就咱们和大毛就行，天天围着本子演习，航道都给你堵死了，我让你啥都进不来，啥都出不去。第6点，气象武器这个玩意儿咱没有，但是人工降雨还是可以的。你看本子家的淡水主要来源是地下水和雨水，那么好了，是不是有雨的云彩咱们就提前下呗。第7点，本子家门口的洋流叫日本暖流，人类改变洋流比较困难，但是可以间接的，比如说来点地震了、火山喷发之类的，它也会改变方向。我看最近阿留申群岛就老地震，谁知道是不是他美爹干的？就这洋流往哪儿流那就说不准了。第8点，本子你是不是得吃盐呢？南朝鲜现在都开始疯狂抢盐了，那你吃啥呀？本子可是全世界最大的食盐进口国，美国虽然是产量第一，我就问你到这时候他能不能拿镰刀炫死他？剩下第2大、第3大的是咱们和俄罗斯，你说能惯着他吗？至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也产，但是同样是受污染地区，都搁这遭殃呢。他俩敢学着美国吵吵这无所谓，那你猜民众干不干呢？而且离着那么老远，跨着海洋，风浪还大，你运点盐船翻了咋整啊？你没有食盐你能挺多久啊？这些还只是我能想到的，我相信咱们家家长想的会更全面，所以收拾他的招有很多，只不过就是不管排多少，肯定是对海水有一定影响了，那越多越完蛋。现在要是下手狠一点，这套组合拳下去，不用别人，他自己家里就得乱套。本子家里他不是流行下课上吗？一帮人上去把这波政府干倒了，你们重新立一个，是不是？要是还保持现状，那你要是不想饿死，那你就得停，要不然你没等排完呢，自己先嘎了。等他跪下的时候，我就告诉你，泼出去的水你得用舌头给我舔回来。各位别以为我口嗨啊，咱们往后看，还有不少视频出什么鼓捣大伙抢盐的，你没事吧？咱们家是世界第2大产盐国，内陆盐，要什么海盐呢？要整点有用的不行吗？你这整的没味儿。我之前出过一期内容啊，我不知道大伙还记不记得，我说现在全世界世界各地出现的支持巴勒斯坦的游行不太正常，好像是同一时间爆出来的。这个事儿呢，它的背后应该有推手的。我当时就怀疑啊，是昂萨财团和犹太财团之间的相互博弈，或者是昂萨财团对于犹太财团的绞杀。但是我还是低估了犹太财团。现在这个事儿已经被爆出来了，是索罗斯向亲哈马斯组织提供了数亿美元的资金支持。根据报道说，过去的10年里啊，犹太的亿万富翁索罗斯向多个亲巴勒斯坦和亲哈马斯的活动组织提供了至少数千万的资金。在这次巴以冲突开始之后啊，这些机构在美国各地组织和策划了多场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然后呢，这场活动后面他也拿钱了。大家感兴趣可以看看这个报道的内容啊。你可以理解为犹太财团正在做双向投资。基本看完这个，你也就明白什么叫做对冲基金了。对于犹太财团来说，他们不关心谁死，也不关心谁的输赢，他只关心利益的问题。这么下注就等于输赢他都能赚钱，只要大于1，他就赚大发了。但是有意思的恰恰是这点啊，一个金融大鳄干的这个事儿为什么能被爆出来？不太科学吧？要爆也是过一段时间，或者是过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才会出现。所以给我的感觉还是之前分析的内容，就是昂萨财团就是在对犹太财团进行绞杀，是昂萨财团把这个事儿爆出来的，或者是昂萨财团
需要开始新一轮大规模排油了。干这种事儿他们是专业的。我还是那句话，如果雅各死了，那罗宾一定是凶手。各位你们细品。